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把你吊起来，一定很好看。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没有得罪我。你得罪的是他。特包、骗状，有不规则断口。或许你们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觉得琥珀是个保命的宝贝，所以就分给了他孩子。你老家是不是在月亮山？有一个小姐妹是野人，对不对？那种又脏又臭的小畜生，我的姐妹，她配吗？可是你妈妈一直在照顾她。那是我妈，她疯了。她隔三差五的就往山里跑，给野人养崽子。村里把话说的这么难听，说她生了野人的种，她也不管。可我呢？我阿爸呢？我们不要脸的吗？可是你妈妈照顾她总是有原因的吧？原因？他有一次进山采药，一连几天没回来。我阿爸担心他，派人去找他，却看见他衣衫不整的和一个野人待在一起。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瞎子都看得出来。我阿爸打死了那个狗东西，为了保住阿妈的颜面，他再三拜托同行的人不要把事情说出去。可是他倒好，他却说什么自己进山遇险被野人给救了。是我阿爸没有搞清楚状况，杀了野人，他心里愧疚，太可笑了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你为什么不信你阿妈？万一她说的就是真的呢？可那是他编的。他也知道自己被糟蹋了没脸，故意说什么报恩的瞎话，报恩会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我可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也许是你妈妈遇害，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可是回来过。阿妈，他把琥珀留给了那个小畜生，却留了这么个丑东西给我。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，他好像通人性，他会懂我，会安慰我。和你说这么多也是浪费时间，还是跟你上路吧。分头找，能找。木奈，你去那边什么？我找着了！小花哥，这儿，我找着了！哎，林叔，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块琥珀，你赶紧送回去，这里我来解决。
莫代呢？他和你一起出去的，他怎么失踪了？不记得。那就好好再想一想。我说了，我记不清了，快把我放了，信不信我报警？我这辈子亲近的人不多，最恨别人对他们下手。我的朋友、兄弟、爱人，我最恨别人来动。你回想一下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好想，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帮你想。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让我觉得又畏惧又兴奋。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朋友，想躲开，但又想靠近。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。我想办法接近你的家人。2楼有个房间，我觉得很清静，但是门一直锁着，我进不去啊。这次你们回来，情况又有了新变化，像是有一个声音在一直召唤着我过去。姐姐，2楼不可以。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房间门口了。脑袋里却一直想着，想什么？大木台吊死。然后呢？吊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给他下药啊，把他带到了这里。然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木代呢？我进不去了，他打我！说明都是傻了，小老板娘医生我肯定会没事的，说不定现在就回家了啊！我去找他。由于这会儿小罗哥在忙，就由我来为大家做实地记录，以便日后讨论。注意了，实验室出现了。八家院不是烧了吗？怎么又修复了？被烧的女人怎么也康复了，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以上就是这次水影所展现出的故事。但是有点奇怪，你这个院儿烧了还能再建，人烧了能跟没事人似的？这故事情节难道是倒叙，从后往前讲的？
那个，你小时候和小野人是好朋友？他也配？我去了月亮山，他在山洞里画了很多画，画的都是你母亲带你们俩玩。没错。我妈那时候怕他寂寞，会带我一起上山跟他玩。一个畜生还怕寂寞？你都进山了，就没有陪他玩过？当然不是。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还教他画画呢。画画是你教他的？不然呢？一个畜生要是没人教他画画，他懂什么叫做画画吗？你不要张口闭口就是小畜生，能不能放尊重点？叫一句畜生就生气了？那你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还不得气疯了？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妈怎么会让我单独的带着他？她又怎么会事事都听我的呢？你做什么了？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摘了个蘑菇在嘴里嚼，然后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你装中毒啊，然后让他带你去寨子。进了寨子我就好了，我大喊，我大叫，我让村里所有的人都来看他。你真该好好看看他被人砸石头的样子。你够了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活该。我本来有个幸福的家，就是因为他全没了。我妈不要我了，我爸给我找了个好妈。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？都是因为那个小畜生，他活该。连小姐，你根本就不懂他们对你的爱。你有一个有情有义的母亲，你还有一个正直、善良的妹妹，你都失去他们了，但不是他们不要你，是你不配，你从头到尾都不配。对了，刚才嘴里说的小畜生，在我看来，比你更像人。
那女孩太惨了，都被撞飞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撞人这么惨啊？警察都来了。哎呦，你看这满地的水渍，看血。对呀，哎呀，这这么惨，你说这人能活吗？哎，我听别人说这人都撞得血肉模糊了。哎呀，你说他家人知道要多心疼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医生，医生，快！我儿子受伤了，快！医生，我是家属，他怎么样了？你是家属啊？对，头部有外伤，按 CT 检查未见颅内出血，但是情况不明，带到 ICU 观察。那没事吧？得观察观察。那个厂的病人呢？出院了，出院了。办了手续，天不亮就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有个东西落床上了。喂，张叔在吗？没在。张叔给我留了张纸条，他说和老板娘有急事要出趟远门，让我看着酒吧。我刚给他们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呢。好，我去找万峰后要消息。喂，喂。他在上面吧？可以让木代在这边再待几天，我们再观察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久不见。这位何医生是我的老朋友，8年前他还在花城人民医院的时候就跟过穆代的案例。8年前，你不知道，或者你把8年前的事情和这位罗先生简单说一下。那年穆代15岁，当时我收养穆代也有10来年了。他很可爱，性格也很开朗。你的，谢谢。走，我刚才还在找你呢。我们待会儿去哪儿？他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，叫沈文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好的就像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，他俩放学后会一起去一个补习班，但是有一天晚上到了11点，两人还没有回家。手机也打不通，我们后来找到老师，才知道他们当晚逃课。我跟文文的妈妈从学校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找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巷子口。文文去呢？
木代的手机。没事，没事。妈妈！那是一片废弃的工地，我们找进去，看见了木代摔在了楼下，脑后一大片血。后来我们在楼里找到了文文，我问他死了。木代昏迷了好几天，醒来之后告诉我们，当天晚上他和文文逃课去看电影，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小混混，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才生病。那几个小混混很快就被抓到了，还判了刑。可是沈家的人失去了孩子，那种痛苦无处释放，所以他们就把错归咎于木代。文文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一向乖巧听话，沈家一直认定是木代怂恿文文逃的课。要不是你带着他出去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再加上有人说，其实文文可以逃掉的，是为了救木代才折回去。你给我妹妹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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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跪下一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别乱带孩子，再后来，大家都不去指责那些流氓，都冲着木代来。别！凭什么啊？木代当时撞伤了头，对那件事情记忆非常模糊。沈家的人来质问，他根本没法辩解，那等于就是默认了。那你当时作为唯一能够保护他的人，你也没为他辩解吗？辩解？你让我怎么辩解？人家都失去了孩子，木代好歹是活下来了。我也劝木代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是直到那一次，木代，没事啊，没事了啊。木代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停停！品婷，品婷。小狗蛋，你发的这个图太重要了，我一下想到了人皮上的那个图案，它有可能它不是图案，它是一种文字，上古的文字，上古的刀字。刀子。每个于县人偶的凶案现场，都有人拿个刀，难道这是新检的杀人方式？现在的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。每次这个图案一出现，品婷就发作。难怪品婷疯了似的想逃出去。多人，你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和我叔叔一样，要去杀人。
那咱们寸步不离地守着他，别让他有机会出去。他要是一辈子这样的，而且我觉得守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你们发现没有？聘婷，她为了逃跑，还不惜跳楼，3楼那么高，跳下来，万一摔死了呢？为什么跳得那么义无反顾？你们想一想，有没有一点点的可能啊？他什么可能？我就是猜测。你们看啊，那个刘罗聘，这3个人，那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一个人死亡，心剑才会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心剑就会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他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确实有这个可能。有人死了，心剑才能离体。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这也不是治本的办法。心剑离体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小狗蛋，你说的很对，我继续研究。有消息，我马上电话你。停电呀，吓我一跳。你也别气馁，凡事往好处看，咱们现在已经摸到点头绪了。木代，你受伤了。哦，你说这平手末会滋生细菌。谢谢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在附近的宾馆订2间房，晚点儿你带曹艳华他们过去住。啊！13000闯祸了，你赶得走没问题，不用连我也赶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是一会儿有人过来修窗户，会很吵，而且你也没睡，对吧？还有，你别怪13000他们，我让他们出去住是为了安全起见。真是娉婷把我撞晕的。我这么精壮，她能把我撞晕？精不精壮的，你主要是糊涂，还吹什么10来岁混社会？你注意吧，容易让社会淘汰了你。你才被社会淘汰呢！大老远跑过来吃人家睡人家，还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，你俩挺能耐啊！小老板娘，那咱们作为守法公民，看见少女疑似被囚禁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伸出援助之手？对，这意思罗润还得给你们颁个锦旗是吧？
笑什么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都怨你，你也有一份儿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欣姐就会觉得她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她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新建离地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喂，赵医生，明天你过来一趟，费用没有问题。我需要你带来全套的急救设备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趁着娉婷睡着了，带你出来散散心，看看沙漠。等事情全解决了再看也不迟啊。就当陪我兜兜风吧。沙漠的晚上好安静啊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开夜车。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一个人兜一兜，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。怕了？不是，我觉得车速是不是有点快啊？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你会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罗振，前面没路了吧？啊！停车！太吓人了吧？没有，这是本地的经典项目，利用视觉误差体验生死过程。我刚才有点没准备好，再来一次呗。仅此一次，等你有心理预期了，就不好玩了。怎么样，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什么感觉？那当然是活着好啦，我可得珍惜生命，好好的活着，活到100岁。你会的。太刺激了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，就好像是伸出一只手就能抓到一颗一样。星星离我们很远，它的光到达地球需要跋涉许多年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是它很多年前发出来的。比如那颗，它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天上挂着的星星都是骸骨一样，所有的星光都是灵魂。你以前经常来这儿看星星吗？带娉婷来过。我跟娉婷没有血缘关系。我去叔叔家住，是因为我爸，他有2个老婆。2个老婆？我妈是我爸的糟糠之妻，陪他受苦，陪他创业。后来他终于有钱了，他觉得应该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比如爱情。呸！我觉得那都是借口。后来，他终于进了门，没敢领结婚证，但是婚宴大办，比我妈嫁得还风光。本来日子还算凑合过，直到那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那一年我发生2件事情，一件事我差点被车撞死，另一件中毒。
去医院洗胃。那是不是那个女人干的？电视剧里都这么说，什么为了争夺财产、摘豆什么的。我妈也这么觉得。你去哪儿？所以把我送去了叔叔家。那个时候，娉婷才4、5岁吧。她头上扎了2个辫子，她怀里抱了一个大木刀。她对我说：“小刀哥哥，爸爸说有人欺负你，你别害怕。如果他再来欺负你的话，我就帮你砍他。”罗文淼是我叔叔，但是我觉得他更像我的父亲。叔叔走后，娉婷就是我最重要的亲人了。亲人。我跟叔叔说，让他自己不要杀人。我没做到。我吩咐娉婷守好叔叔，告诉他不要怕，一切有我。结果娉婷疯了。我说话就像放屁一样，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到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不希望娉婷再受到任何伤害了。木代，昨晚多亏有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刚认识的时候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，好像一点都不高兴认识我。你还记得呢？送给你。送给我。以后你再想起这茬，就把刀拿出来，放在地上踹2脚，解解气。不会总想着我的不好。那请问罗刃，你有什么好啊？只想和你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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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待，哦，慢慢走过了一起的时光里，慢慢的回忆。喂，郑博。木代，昨天罗刃跟你在一起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人家就走了。哎，告诉你吧，这毒妇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咱们得先顺着她换个地儿再拆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以退为进。跟上。哎，小老板娘，我知道他们家密码了，让我来。哦，来了。罗刃，开门！都来了，让我来密码。罗刃，密码他已经换了，你打不开的。罗刃，
开门！老人，开门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么别人赔钱啊！疼死了！千两黄金不外道，十字街头送古胶。今儿我就露手黑的，门防君子，不防小人，瞧玩意儿吧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罗让，什么情况？罗让，你干什么？罗然，你别冲动啊！罗然，你做什么？你在？哎，罗然，你，罗然，你别说话！郑伯，大夫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就在隔壁呢。医生，来。我之前人跟人是麻木的，我什么都没想，但是我后来，我突然就觉得浑身燃起了一团火，我就要亲手杀了他，我要亲手杀了这个畜生。用最残忍的手段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红衣，他那天晚上没有回家，去了长途客运站。我一直跟着他，买了同一辆车票，上了同一辆车。仇恨真的可以瞬间改变一个人，我居然可以那么镇定地伪装自己，跟踪尾随，一直没有被他发现。就这样2天2夜，几次3番转折，最后到的地方是大同。这个畜生做下这么残忍的事情，他还能够心安理得的去吃饭。干嘛呢？付一下钱。着火了，你家！水库还有3分钟泄洪，请闸口下游的民众离开。水库还有3分钟泄洪，请闸口下游的民众离开。雅琴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是我？你说为什么会是我？我
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为什么要杀了我？你杀人都不放过，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为什么？我不想杀你，我真的不想杀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说话，你说话！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当然不是张光华的对手啊。后来体力逐渐不支，但也许是我亲人在冥冥中保佑我吧。后来，沿着边上的护栏爬了上去。我在那儿坐了一夜，也想了一夜。我没有杀人，但是张光华的死是我间接造成的。而且我一旦回去，那势必是要跟警方说明一切，那我和张光华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就要曝光。在那个年代，那个小地方，风言风语是要人命的，就连我死去的父母都会被人说闲话。天亮之后，看着太阳升起，我突然觉得老天已经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所以，你想到猫原霍子红的名字？凶手也死了，家人的仇也报了，李雅庆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以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开始是最好的安排。你都知道了张光华的结局，还向万烽火打听他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得个准信，我心里不踏实。那李叔呢？你没有想过他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跟李坦的交往，只是为了让我爸高兴。所以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李叔，只是逢场作戏吗？那，你跟李叔也是这么说的？我看他刚才好难过，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。红姨，你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？他会觉得自己半辈子的坚守只是个笑话，你骗骗他也好啊。
就是因为李坦蹉跎了一大半辈子，我不希望他再继续为我这种不值得的人浪费人生。好了，红衣该说的也都告诉你们了，我累了，你们先去吧。你也不用为李坦感到难过，爱或者不爱掩饰不了，他总会知道真相，他也有权知道。事情好像真相大白了，但是又云里雾里的，好像对冰婷也没什么帮助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追杀不一定有结果，结果不一定让人满意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想，我也该回小山河了。也好，你陪在平婷身边比较稳妥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下次见。穆旦，说出埋藏心里多年的秘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可一想到，因为我的懦弱和逃避，让那么多人陷入不幸，甚至蹉跎半生，又为这份轻松感到羞愧。红衣决定回一趟落马湖，把未尽的事做完。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也应当有这份勇气，直面过往、当下以及未来。
不让我去找他，洛人还不回消息。为什么还不给我回消息？我上下情报。喂，喂，罗刃。不好意思啊，回来之后一直忙聘婷的事情，没太注意手机信息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娉婷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昨天晚上差点把护栏给掰掉，想逃出去。啊，那么大力气啊！和我叔叔当年一样，身体机能远超常人。好在白天都没什么事情，但是一到了晚上，举止就会变得奇怪。护士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现在应该没事了，护栏也加固了。那总是打药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啊？是啊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但现在除了守着他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那怎么办呀？身体有变化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事情像被附身了。喂，万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穆代。哎，记得，穆小姐。哎，先说规矩啊，在我这儿拿信息得先付钱。不是万叔，这年头客户最重要，是不是？那我红衣是你忠实客户，不是？我是不是你潜在客户？那我将来还能给你介绍客户，是不是？那面对我这个大客户，你要留住我，是不是跟我聊聊，提供点免费服务？这不应该吗？应该的。穆小姐说的极是。行。今天想跟万叔聊点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经手过落马湖那个案子吗？你也知道这个案子疑点重重，古里古怪的。我就是想说，万叔你人脉广，有没有认识那种比较靠谱的，比如说研究什么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之类的？我是想着遇事儿找专家嘛，是吧？喂，万叔，你还在不在啊？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嘉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哎呦，就是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元华，你给我回来。穆大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。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你教着点我。哎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
我们换个地方说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。 红姨，他是罗刃。霍童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刃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 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 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。 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 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厚。 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凶啊！我愿为之拼到最后，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。
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披荆斩棘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，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？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，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